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这几年，很多人都把一件事想简单了，他们以为拿了外国护照，就等于多了一层保险，进可回国做生意，退可转身就走，两边的便利都能拿，风险却可以尽量留给别人。但现实越来越不是这样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：换了国籍，回国还安全吗？更准确一点说，你如果还想保留那种两头吃的状态，现在到底还有没有空间？先说一个最近在网上传得很凶的爆料，有说法称，一名已经入籍日本的华人，带着家人回中国之后，被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不能离开，还被要求签下放弃日本国籍的声明。这类故事一出来，最容易引发两种反应，一种是愤怒，觉得这是不是太过了，人家已经是外国公民了，怎么还能这样处理？另一种是半信半疑，因为这类传闻往往只有单一信源，细节很满，但核实很难。我先把态度说清楚。这类具体个案，如果没有当事人直接公开说明，没有律师材料，没有交叉信源，我不会把它当成铁案，但我也不会因为个案真假难辨，就否认背后的大趋势。因为真正值得注意的，不是某一个案子到底100%怎么发生，而是它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立刻紧张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很多人心里都明白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0几年前那个还能默认你有个外国身份就更自由的环境了。这几年边控、出境限制、身份审查、户籍、税务、国籍认定，这些东西正在被重新捏成一套更紧的网。你表面上拿的是外国护照，但只要你和中国之间还有资产，还有生意，还有户口，还有家人，还有税务关系，你就不是真的脱钩了，你只是换了一个身份证明，不是换了一个世界。很多人以前对双重国籍的理解，本质上是套利思维。我在国外拿一张身份，在国内保留一套便利，我在外面可以享受相对安全、相对稳定、相对自由的制度环境，我在国内又能继续用熟悉的资源、熟悉的人脉、熟悉的资金通道、熟悉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模式在过去确实有一段时间很诱人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很多第一代移民，很多做跨境生意的人，很多在海外定居但又和中国保持密切往来的人，都希望自己不要被任何一边彻底锁死。在那个阶段，很多人把双重身份看成一种灵活，甚至看成一种聪明。但问题在于，国家机器从来不是按个人便利来设计的，它是按控制来设计的。一旦环境收紧，原来那套灵活就会迅速变成漏洞。原来你觉得是便利，后来就可能变成把柄；原来你觉得是保险，后来就可能变成锁链。先说最关键的一点，中国对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判断，并不完全等于你自己怎么想。很多人以为我拿了外国护照，那我就自动不是中国人了。法律条文表面上也确实有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样的说法，但真正麻烦的地方在于，谁来认定这个自动？不是你自己认定，也不是外国政府认定，最后还是中国政府认定。你说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，他如果不承认，你还是会被当成中国人处理，这就是最现实的一层。再加上中国的国际制度本来就不是那种完全透明、完全可预期的体系，很多规则看上去写在纸上，但真正执行时，经常会和户籍、税务、公安、边控、地方治理、涉外管理一起拼成一张大网。你只看一条法条，不看执行逻辑，很容易误判。而执行逻辑里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先控制再解释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先告诉你理由，再决定要不要限制你，而是先把你按住，之后再看要不要给你一个理由。这和很多人对现代国家法治的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有些人会说，那外国护照总该有用吧？理论上当然有用。如果你在一个真正承认单一国籍，并且尊重领事保护的体系里，外国身份至少能提供一个清晰边界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人已经在中国境内，如果中国方面认为你和中国之间还有可管辖关系，如果他不承认你那层外国身份的优先性，那你的外国护照就未必是挡箭牌。尤其是当你同时又保留了中国户口、中国身份证信息、中国房产、中国公司、中国纳税痕迹的时候，你的外国身份就更像一层外衣，
而不是一堵墙。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一点，因为承认这一点，就等于承认自己过去那种两头吃的生活方式，其实建立在一个很脆弱的前提上，那个前提就是国家不想太认真管你。一旦国家开始认真管，你原来那点小聪明就不够用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很多人明显感觉到，回国这件事不再只是买张机票的问题，而是越来越像一次身份审查。你带什么证件？你有没有注销户口？你在境外做了什么？你在国内还有没有案子？你有没有税务问题？你有没有敏感行业背景？你有没有涉外经营？你有没有公开发言？这些都可能变成变量。以前这些变量分散在不同部门，彼此未必完全打通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信息采集越来越细，生物识别越来越全，数据互联越来越紧，个人的模糊空间越来越小。你换张脸，不代表你真的能换掉你自己。更麻烦的是，双重国籍的最大风险，并不只是你回国时会不会被拦，更深一层的风险是，你以为自己拥有双重保护，实际上你拥有的是双重脆弱。什么意思？你在国外的时候，中国认为你还是中国人，很多时候可以继续管你；你在国内的时候，中国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你按中国人的方式处理。这样一来，你最期待的那个中间地带就越来越窄。过去你可以在两个体系之间做缓冲，现在缓冲区在缩小，一边收紧外籍认定，一边收紧出境审查，一边收紧户籍管理，一边收紧重点人群的出行权限，最后留下来的就不是自由切换，而是随时可能被重新定义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，就是户口。很多人总觉得国籍换了就够了，户口不重要，其实不是。在中国现实生活里，户口和身份证信息在很多场景下依然是极其关键的通行证。你买票、看病、上学、办房产、处理家庭财产、办某些手续，户籍系统和身份证系统仍然会深深影响你的日常。所以有些人即使拿了外国护照，也不愿意彻底注销国内户口，因为一注销，很多便利就断掉了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典型的心理，我既想保留国内的实用性，又想保留国外的安全感。这听起来当然合理，但现实里，它恰恰是最不稳定的状态。因为你越是想两边都要，越容易暴露出你真正依赖的是哪一边。如果你真正依赖的是国内资源，那你对国内制度的依赖就很强。如果你真正依赖的是国外制度，那你就应该做好彻底切换的准备。可很多人两边都不肯完全放手，最后就只能卡在中间。一旦风向变了，卡在中间的人最难受。还有一种人，表面上不是为了套利，而是为了保留回得去的感觉。这种心理其实很普遍，很多在海外住久了的人，嘴上说自己已经定居国外，可心里始终还留着一块中国。他们可能在国内还有父母，还有兄弟姐妹，还有老宅，还有亲戚，还有生意伙伴，还有当年熟悉的人情网络。他们不一定想真正回去生活，但他们希望自己永远保留一个回去的选项。这就让问题变得更复杂，因为你不是单纯的移民，你是一个还在和中国维持多重关系的人。你的关系越多，你的暴露面就越大。很多人一开始想的是，我又不反对谁，我也不参加什么政治活动，我只是做生意，我只是回去看父母，我只是处理房产，我只是带孩子回国玩几天，听起来都很正常。但现实问题在于，在一个越来越强调身份识别的系统里，正常不等于安全。你只要进入系统的可视范围，系统就可能重新给你贴标签。有时候你自己都未必意识到，你某个动作已经被放进了另一套叙事里。比如你在海外发过一些评论，你自己觉得只是表达观点，可在另一边看来，那就是立场。你在国内还有公司，你自己觉得只是做生意，可在另一边看来，那就是可控资源。你在国内还有房产，你自己觉得只是资产配置，可在另一边看来，那就是可以被抓住的连接点。所以今天谈身份问题，绝对不能只停留在护照两个字上。护照只是表层，真正深层的是你的生活结构。你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收入、家庭、教育、
医疗、退休、税务、资产，全部重新安排到一个新的制度里。如果没有，那你只是换了一个壳，壳换了，内核没换，你还是会被原来的关系网拉回去。再说边控这件事，很多外面的人总觉得边控好像只是不能出国这么简单，其实远不止。边控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不会只影响你的出境，它会倒逼你整个人的生活节奏都跟着变。你原计划出国参加会议，临时取消；你原计划带孩子去看病，临时取消；你原计划去做术后复查，临时取消；你原计划处理一笔海外投资，临时取消。这些事情单独看都像小事，可叠在一起，它会让你的生活失去连续性。一个人最怕的不是偶尔被挡一下，最怕的是你越来越无法相信自己的计划。今天说走不成，明天说也许能走，后天又说再等等。你会慢慢进入一种持续的不确定状态。这时候，人的心理很容易出问题，焦虑会增加，判断会变形。你会开始试图找关系、找通道、找熟人、找各种所谓的稳妥办法。可这种时候最容易被人拿捏，因为你越急，越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。所以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说，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幻想某种万能身份，而是老老实实把风险拆开看。第一，你到底还有没有中国户口？第二，你在中国还有没有公司、房产、税务关系？第三，你是不是还保留中国身份证信息？是不是还有家属在国内？第四，你在海外有没有稳定的长期身份？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生活闭环？第五，你有没有对中国方面的公开表达？会不会被重新解释？这5个问题，其实比我是不是双重国籍更重要，因为双重国籍只是一个标签，而这些问题决定了你是不是会被重新抓回体系里。还有一点也很现实，就是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只要低调，风险就会自动消失，其实不会。低调只能降低你被注意到的概率，不能改变你本来就处在可管辖范围内这个事实。你该留下的记录还在，你该面对的关系还在，你该处理的资产还在，你该承担的身份后果也还在。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不是侥幸，而是清醒。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哪个体系里，清醒的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自由移动，清醒的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做长期安排，还是只是在拖延问题。如果只是拖延，那问题迟早会回来。这就是今天最现实的一句提醒，不要把侥幸当成策略，真正要紧的是先把路想清楚，再决定要不要走。别等到风向变了才开始补课，这才是最稳的做法。别再赌运气了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远离风险，他要做的不是嘴上说自己自由，而是把自己的依赖链条切干净。这件事很难，但不难也不现实。很多家庭就是做不到，父母在中国，孩子在国外，资产一半在中国，一半在外面，生意穿梭两边，生活习惯也还停留在两边。这种家庭结构天然就决定了，你不可能像纸面上那样干净利落的切割，但你至少要知道，这种状态不是安全状态，只是过渡状态。过渡状态能不能继续维持，取决于外部环境给不给你缓冲。环境一变，过渡状态就会露出它原来的脆弱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以前觉得没事的人，现在开始明显紧张。不是他们突然胆子小了，而是他们终于意识到过去那套经验正在失效。以前你觉得只要不惹事，总能来回。现在你会发现，不惹事也未必稳，因为判断标准变了，系统看你，不只是看你有没有违法，也看你是不是值得管，是不是有必要管，是不是现在就该管。而这些判断，普通人根本没有公开透明的预判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说，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情绪，而是认清趋势。趋势就是中国对人员流动、身份归属、境外言行、出入境记录会越来越敏感。这不只是针对极少数人，一开始当然会先落在那些敏感人群、涉密人群、异议人群或者有争议的人身上，但任何工具一旦形成，范围通常会慢慢外扩。你今天看见的是他们，明天未必不会轮到更广的人群。所以真正成熟的判断
不是说我不是那类人，所以我没事儿，而是说这种制度工具一旦建立，它的边界就可能继续向外推，这才是该警惕的地方。很多人对中国未来还有一种错觉，觉得只要自己足够低调，就可以安全地维持双边生活。但低调只能降低曝光，不能消除结构性风险。一旦你的名字、证件、户籍、财产、出入境记录、税务资料都在不同系统里留下痕迹，你就不再是看不见的人，你只是暂时没被点名。而暂时没被点名不是安全，只是还轮不到你。这句话很冷，但这就是现实。如果把这一切放到澳洲来对比，差别会更明显。在澳洲，公民身份、永久居留、税务居民、边检记录、签证状态都有相对明确的分类。你可能不喜欢某些规定，但你通常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。可在中国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，表面上你是外国人，可系统可能还按中国人看你。表面上你已经离开，可某些地方还把你留在名单里。表面上你只是回去探亲，可别的部门可能把你当成高风险对象。这种不确定性才是最消耗人的。所以我今天给这件事的判断很简单，双重身份不是灵丹妙药，也不是天然护身符，它只是一种在特定时代好用，在另一个时代就开始失灵的策略。如果你还想靠它解决人生所有问题，那就太高估护照，也太低估国家机器了。你能做的是尽早判断自己到底要什么，是要彻底离开，还是要继续保留联系。如果要彻底离开，那就把户口、税务、资产、家庭安排都做实。如果要保留联系，那就接受它会带来的约束。不要再幻想零成本的两头便利，这是成年人的选择，也是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再往下看，边控这个词为什么让人害怕？是因为它本身就不透明。你可能没有犯罪，你可能没有被起诉，你甚至连一纸正式决定都没见过，但你在机场一刷护照，就发现自己不能走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它意味着你以为自己有退路，实际上退路可能根本没给你留。尤其是对那些做跨境贸易、海外投资、内容输出、学术交流、科技合作，或者长期在外但经常回国的人，这个风险感会越来越强。因为你会发现，问题不一定出在你在国外做了什么，也可能出在你在国内留下了什么。一笔生意、一个合同、一个税务关系、一套股权结构、一段历史发言、一次公开表态，都可能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变成被审视的对象。所以今天讨论回国还安不安全，真正不是在问一个简单的是非题，而是在问你有没有能力把自己从中国的可管辖范围里真正抽离出来。如果没有，那所谓外国身份就不是绝对安全。如果有，那也意味着你要接受代价，代价就是你必须放弃很多国内的便利，也要放弃那种随时回去、随时抽身的幻想。这件事说白了，就是在自由和便利之间做选择。很多人一直想两者兼得，但世界越来越不允许这种空心平衡。澳洲这边其实也能看得很清楚，澳洲是很强调规则的国家，护照、税务、居留、出入境，每一项都讲究边界。你是什么身份，你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通常不会让你长期处在模糊状态。中国当然不是澳洲，中国的特点恰恰是它可以在模糊地带里保留很大的操作空间，而这种操作空间一旦和身份问题、安全问题、税务问题、舆论问题叠在一起，风险就会被放大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天真正该想明白的，不是我能不能两头占便宜，而是我准备把自己放在哪一边，这才是根本问题。如果你已经离开中国，那就认真把身份、资产、税务、户籍、家庭安排全都理顺。如果你还想保留中国这边的便利，那你就要接受它未来可能带来的约束。最怕的是那种嘴上说自己已经是外国人，行动上却还想享受中国人的全部便利，一旦出事又希望两边都来保你，那种状态在今天只会越来越危险。说到底，过去那套两头吃的时代不是完全不存在，但它已经明显过去了。现在的趋势是边界越来越硬，认定越来越严，灰色空间
越来越少。你如果还按老思路做判断，很可能最后吃亏的不是一边，而是两边都得罪。所以结论其实很简单，双重身份不是万能保险，它在宽松时代是便利，在收紧时代就可能变成风险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手里多一张什么证，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的生活逻辑建立在一个足够清楚、足够稳定的制度选择上。想不清楚这一点，就别把两头吃当成聪明，很多时候那只是暂时没出事而已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